给你1000块捞个价值9万8的翡翠手镯，你干不干？我干了，却意外被电，拥有了海龙分身，携手救下海上一美女。你快点，我老公要回来了，被他看到就惨了。我也想快点完事啊，但这里水太多了，根本探不到底，空有一身功夫也用不上。鱼池里再放水，海上会死的。给你1000块钱，让你帮我把翡翠手镯捞起来。你收了钱，要是捞不到东西，那可不行。老板娘，你放心吧，我顾某人接了你的活，就算累死也会让你满意的。哼，人小鬼大，总感觉你话里有话。哪里小了？祸从口出，你知道不？亮出来能吓哭你。海鲜酒楼后厨小院里有一个10块垒砌的地面鱼池，里面养着很多海扇。顾念在鱼池里小心地摸索着，海扇感觉受到了威胁，张口就咬。为了这1000块的酬劳，忍了。老板娘刘继芬在鱼池边走来走去，好几次差点绊到连接氧气泵的电线插排。当初我花9万8买它的时候，我老公就不同意，要是知道我弄丢了，肯定不会放过我。顾念本以为这1000块钱很容易赚，谁知道池子不大，里面的海扇却很多，而且个个凶残暴躁。一个不明生物突然出现，模样有些奇怪，浮在水面，像海龙一样，似乎想对自己发起攻击。我操，这是什么？本能反应的抓住了那只正想攻击自己生物的脖子，就要往池子外面扔。老板娘看清楚顾念手里的东西，尖叫一声，转身就想逃跑，脚下却将连接着氧气泵的插排踢落到了水里。顾念手里抓着外表酷似海龙的生物，正要往外扔，电流已经把他笼罩，身体僵直颤抖，直杠杠地摔在鱼池边缘，所有的海扇都随着电流而跳舞。我刚满18岁，零20几个月，一身180的数据，还没来得及发挥，就这么挂了吗？啪的一声，跳闸了！救命啊！有人触电了！喊了几嗓子，没有人过来。他以最快的时间把顾念从池子边缘拖了出来，刚拖出池子，两人就摔成一团。顾念感觉香香的、软软的，因为触电，全身疼得要死。隐隐约约记得自己触电之后，还被海龙咬了一口，迷迷糊糊睁开眼，周边都是水以及翻肚皮的海扇。咦，不对啊，我明明在岸上，哪里来的水？自己好像回到鱼池里了。顾念发现自己正浮在水面，以朦胧的视线看到很多翻了身的海扇。老板娘的冰种雕花翡翠手镯安静地躺在鱼池角落里，发出翡翠特有的晶莹光。一低头却发现自己变成了那条海。更奇怪的是，顾念还能感觉到另外一个自己的存在，另外一个自己压在刘继芬身上，仍能感受岁月静好以及山峦的雄伟瑰丽。快来人啊！救命啊！一名胖厨师冲进小院，惊愕地看着院子里的旖旎画面，愣在了那里。对不起，老板娘，你们继续，我什么也没看到。小张，你乱说什么？快把这个送货的小哥拉起来，他在鱼池里帮我捞东西，触电昏迷了。我救他的时候不小心摔在一起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怪不得突然停电了，幸好不是自己想的那样。如果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，老板换不换老板娘不好说，自己肯定要换工作了。胖厨师刚把顾念拉到一边，老板娘刘继芬的手机响。老板娘，不好了，老板出车祸了，正在医院抢救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他在哪个医院？我这就过去。刘继芬再也顾不得打捞手镯，站起来就往外面跑去。胖厨师也跟着跑出院子打听情况，只留下顾念一个人躺在鱼池边，无人过问。我操，无情！你们好歹帮我打个120，叫辆救护车呀！池子里的海龙看到人走完了，急得暴躁起来。顾念本体却睁开了眼睛，忍着心中的不适，把海龙分身装进水箱里，随后把鱼池角落里的翡翠手镯捞了出来。海龙分身驱使着顾念以最快的速度骑着摩托3轮冲向海边，把海龙分身扔进海里之后，就看到不远处的海里漂浮着一具女人身体，好像还活着，还时不时的挣扎2下子。顾念立即操纵着海龙分身冲向那个年轻女人，看看可有救援的可能。这条海龙游得很快，不用顾念操纵，凭借本能，很快就游到那个女人附近。借助海龙的视角，顾念看到这个女人极为漂亮，身材极好，吊打9成9以上的模特。来不及多想，拿起车里的备用救生圈，跳进海里。顾念自幼在海边长大，水性极好，但在海里救人必须带上救生圈，不然就算有9条命也不够用的。等他游到女人附近时，看到她已经快要昏迷，再来晚一会，他就会被大浪卷进海底。美女，你要坚持住！顾念冲过去，把救生圈套在她的身上，拖着救生圈把她往岸边拉。那女人趴在救生圈上，虚弱的看了顾念一眼，精神一松，就彻底昏迷过去。顾念费了9牛2虎之力把她拖上岸，用心肺复苏法和人工呼吸法对她实施抢救。随着女人一阵咳嗽，吐出几口海水，这才悠悠醒来。谢谢你救了我，我叫谢雨晴，自己开小钓鱼艇出来钓鱼，操作失误撞在了礁石上，摔进了海里，被海浪卷到这里，差点就淹死了。原来如此，我还以为你是从游艇上摔下来的醉酒模特呢。你别乱猜，我才不是那种女人呢。你打我手机肯定关机了，因为随船落水了。不用打了，我相信还不成吗？不，你必须打。我补卡换新手机的时候，也能收到你的拨打提醒短信，到时候我会联系你，报答你的救命之恩。报案，以身相许的那种吗？什么以身相许？你乱想什么呢？做牛做马的那种，你想要吗？也行啊。谢雨晴有点羞涩心慌，忙转移话题，报上了自己的手机号码。顾念拨打之后，提示关机了，对他的话已经相信8、9分。顾念拨打他朋友的手机号码，
报上准确地址。半个小时后，一辆黑色的奔驰 GLS 疾驰而来。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顾念看着车子消失在海边的小路上，心中茫然若失。这么漂亮的极品女人，自己这辈子都没机会再亲密接触了吧？顾念安置好海里的海龙分身之后，骑着摩托3轮回家。刚进入渔村，就听村里的熟人喊道：“二宝，快点回家！王老虎3兄弟到你家里打你家人呢。”我拥有了海龙分身，就像海上漂流的美女。村霸说不错，接升级。王老虎3兄弟因为什么到我家里打我家人？听说你们两家的渔网在海里缠在一起了。王老虎嫌你爸赔偿的太少，就到你家里打人，简直欺人太甚。王老虎兄弟3人是村里的恶霸，仗着大伯是村支书，整天吃喝嫖赌，欺压村民，偶尔出海打鱼，也是借机生事，像碰瓷一样，只为赚取高额补偿。摩托3轮飞一般的冲到自己家门口，那里早就围了一群人，同时传出乱糟糟的打骂声。顾富贵，你缠坏了我的2条粘网，居然想赔2000块把我打发了，2万块，少1分老子就打断你和你儿子的腿。顾念冲进院子，看到父亲顾富贵和大哥顾行之倒在地上，王老虎3兄弟围着他们踢打，母亲被王老虎的媳妇骑在身上，揪住头发，劈头盖脸的往脸上抽。看到这一幕，顾念的眼睛上瞬间红了，抄起地上的一块砖头，冲向最为强壮的王老虎。在王老虎反应过来之前，飞起一脚踹在他的后心上，一下子把他踹出30米远，摔了个大跟头，腿也磕在尖锐的台阶石角。哎呦，二宝你个狗日的，居然敢打老子！老二老三，给我弄死他！王老虎疼得差点背过气，蜷缩在地上叫骂，一时半会却站不起来。但顾念一击得中，也没有停手，手里的砖头拍向最近的王家老三。这是偷袭，大意了，没有闪。唯一还有战斗力的王老二刘天猛手上却没停，一拳砸在了顾念的下巴上。敢打我们兄弟，今天必须废了你！都是第一次做人，谁惯着你？1换3，我血赚不亏。两人扭打在了一起，不一会，顾念将王老二压在了身下。哎呦，大哥，救命啊！教训完，王老二朝着王老虎媳妇走去。你想干嘛？村里的规矩，男人和男人打，不能打女人的。平时我也不打女人，但你打我吗？不可饶恕。话音刚落，对着他的噼里啪啦抽了10几巴掌，把他抽成了猪头。在他哭天喊地之前，把他踹倒在地。哭声越大，我越兴奋。听到顾念的威胁，瞬间绷住，一抽一抽的，没敢哭出声。正在这时，村支书的声音从院子外面传来：“咋回事啊？一个村的乡亲打打闹闹的像什么话？按照村里的规矩，这事就这么算了，谁也别报警。渔网的赔偿问题，你们私下商量，别让大家看笑话。”围观的村民听到这熟悉的偏袒王老虎的套词，鸦雀无声，表情怪异，甚至有人差点憋不住笑，直勾勾地盯着村支书走进院子。村支书走到院子一看，顿时愣住了。一向以恶霸著称的3个侄子全躺在地上，哼哼唧唧喊痛。唯一站着的是顾念，乳名二宝。平时见人就笑的小伙子，竟然一脸煞气，带着嘲讽的笑意盯着自己。王建国目光闪烁，心虚的避开顾念的眼神，冲围观的村民发火：“别怪我说难听的，都是一个村子里的人，光想着看热闹，就没有一点良知吗？要是闹出人命，咱们村里可都不住，我肯定让警察过来，该抓抓，该判判。”围观的人目瞪口呆。村支书不敢骂顾念，竟然骂自己这些围观的人，真无耻！村里的医生很快就过来了，一番忙碌救治。王老虎并不服气：“二宝，你等着，今天这事咱们没完，不弄死你，我们兄弟以后就跟你姓。”众人散去。哎，早知道今天就不出海打鱼了，缠上了王老虎的2张粘网子，竟然找我要2万块的赔偿。2张100米长的新粘网，不过几百块钱。爸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王老虎那些人看到我们的拖网渔船过来了，故意拦在我们前面的，不管我们怎么躲，都会缠住他们的粘网。我们都知道是王老虎兄弟几个找事，想勒索我们2万块，但我们又有什么办法？今天二宝把他们打跑了，但以后在海上大鱼遇到他们，又该怎么办？你们别吵，等他们出院了，我去找王老虎几兄弟聊聊，化解恩怨。啊，你把他们兄弟几个打得这么惨，能化解吗？相信我，肯定可以的。经历这些事，顾家人都需要好好休息。顾念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自己竟然得到一条海龙分身，简直太离谱了。顾念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。天亮的时候，他被一阵强烈的饥饿感唤醒，不是本体饥饿，是海里的那条海龙分身饿了。昨天吃了那么多小鱼小虾，当时撑得都游不动了，咋这么快就饿了？消化速度也太快了吧！海龙感知感官遍布全身，特别是尾巴，就像是第2个视觉系统，可以清晰地感知周围方圆上百米的区域，甚至更远的区域。一条小石斑鱼躲在石头后面，正准备伏击一只路过的明虾，却不知道自己的踪迹已经被远处的海龙锁定。海龙游动的时候悄无声息，看上去丝滑顺爽。当小石斑鱼咬住那只明虾，正准备享受今天的早餐时，一张大嘴自己脑袋上。小石斑鱼拼命挣扎，可是转瞬之间就全身麻痹，任由海龙摆布。海龙咬住小石斑鱼的脑袋，脑袋和身体随之膨胀，以惊人的速度把这条比它身体粗2、3倍的石斑鱼吞进腹中。微饱的感觉让海龙分身不像刚才那么暴躁，顾念也松了一口气。院子里，顾念看见大哥艰难地行走着。大哥，别硬撑，等会吃完早饭，带上爸妈一起去县医院检查一下。
不用了，别花那冤枉钱了。我的身体我自己最清楚，就是肋骨那里疼，最多有点裂，但肯定没断。顾念暗暗叹口气，拿大哥没办法，他和父母一样，极为节俭，什么钱都舍不得花。父亲似乎听到了他们哥俩在院子里的谈话，说道：“不用去医院，今天还要把拖网整理一下，上面缠的都是粘网细线，一天也不一定能够清理完。”母亲在厨房里说道：“哎，明天就是休渔期了，最后2天却不能出海打鱼。这天气出海，说不定跑1天就赚2、3千。既然今天没活，那我去钓鱼了，得想办法赚点钱了。”顾念避开游客最喜欢去的沙滩以及海鲜贩子聚集的小码头，来到一处稍稍偏僻的防波堤，这里人少，只有10几个钓鱼佬。我拥有了海龙分身，制服上门索赔的村霸。接上集，顾念把鱼钩甩进海里，控制着海龙分身把附近的鱼赶过来。邻居王哲带着渔具过来了。二宝，你也来钓鱼啊？上次空军不是发誓再钓鱼就是小狗吗？顾念并未说话。现在说狠话没用，想要打脸需要用事实说话。你真没有钓鱼天赋，还是别浪费时间了。听哥一句劝，换个爱好吧。小吉吉，你人挺好，可惜就是长了一张嘴。别喊我外号，我他妈不小。只有起错的名字，没有叫错的外号。你哼，钓鱼的时候我懒得搭理你。王哲决定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打败顾念，让他闭嘴。顾念的海龙分身把10几条黄翅鱼赶到了鱼钩附近，鱼饵用的是沙蚕，是黄翅鱼的最爱食物之一，特殊的腥香味，它们哪能受得了啊？跑在最前面的一条黄翅鱼出于本能，瞬间把鱼饵吞了下去。顾念现在有2个视角，一个是海龙视角，看到黄翅鱼吞了鱼饵，想要离开；另一个是本体视角，浮漂沉了下去，拉向一边。哪里逃？你给我上来吧！王哲愕然，他还没有下钩，就看到顾念中鱼了，心里有点酸。二宝，这么快就中鱼了，还是一条大黄翅，今天走狗屎运了吧？要不要我帮你抄鱼？好啊，辛苦你了。顾念也不给他客气，2人虽然经常互损，属于狐朋狗友的关系。王哲把这条大黄翅鱼抄进网里，最少1斤半，这么大的野生黄翅鱼非常少见。你这条1斤最少的5、60元。顾念把鱼扔进活水箱。我经常往酒楼送海鲜，1斤半的黄翅口感最好，5、60元一斤收购，我都懒得搭理他们。如果送到酒楼，这么大的黄翅最少100元一斤，到了休渔期可能更贵。卧槽，真能卖出这么高的价？我被鱼贩子坑死了。他以前钓到的黄翅鱼大多都被鱼贩子以40元一斤的价格收走了。顾念重新上饵，把鱼钩扔进海里，随口安慰道：“3、4两重的小黄翅鱼，鱼贩子40元左右一斤收购，也算合理，人家也要赚钱的嘛。”我们这些渔民太苦了，捞着好鱼，大钱也被这些鱼贩子赚走。对了，你用的几号鱼钩？千佑的2号钩，本是随便试探一下鱼口，没想到这么快就中鱼了。太小了吧？平时我在这里钓鱼，最少用3号钩，要钓就钓大鱼，小鱼没意思。说到这里，顾念的浮漂又消失不见了，好像又中鱼了。顾念很快扬竿，这条比较小，半斤左右，根本不用抄网，直接提了上来。钓这种小鱼没意思，一点也不刺激，更没有挑战感。你看我直接用3号钩，如果钓上来一条大石斑，瞬间就能秒杀你。哈哈，老子又中鱼了。在王哲惊愕的目光中，顾念只用了10来分钟，就1 ms 甩上来5条黄翅鱼，有大有小，就好像抄了黄翅鱼的老窝。你用的什么鱼饵啊？沙蚕？要不你借我几条沙蚕，也让我开开张。你不是只想钓大鱼吗？哈哈，忍不住了吧？沙蚕随便用，不过你要是钓不着，可别怪我。顾念说着，把第6条黄翅鱼钓上来，余下的几条黄翅鱼开始慌乱的逃散，游着游着，自己的小伙伴有一大半都不见了，谁不害怕呀？惊恐之下，海龙分身也没办法把他们留在这里。转眼之间，余下的几条黄翅鱼便逃离这片区域，王哲才换好沙蚕鱼饵，扔到顾念刚才下钩的附近。嘿嘿，我就在旁边蹭蹭，不耽误你钓鱼的。大海又不是我家的，你想在哪里钓都行。再说了，小黄翅我钓烦了，我想钓大鱼了。顾念说着，换上了更大的3号钩，抛向更远的一侧。顾念的海龙分身早就通过感知水流动静，发现附近礁石底下的洞穴里藏着一条大石斑鱼，6、7斤重。顾念脱线晃动，鱼饵从石斑鱼面前划过，可这条石斑鱼像睡着了一样，看都不看，更别说张嘴吃饵了。难道石斑鱼不喜欢吃沙蚕？不可能啊！再试一次，它要是不吃，我就换后下。刚想到这里，突然从礁石后面窜出来一条河豚，一口把鱼饵吞进肚子。海龙分身躲在一个安全的礁石缝隙里，可以清楚地看到鱼饵附近的所有情况，画面同步传输到顾念的本体。特么的，河豚吃钩也太猛了吧！但这玩意太小了，不值钱啊！顾念抱怨着，提竿收线，刚开始发力，却感觉手中一轻，鱼线被河豚切了。河豚的外号叫切线鱼，这个外号和王哲的外号一样，可不是浪得虚名，都是经过大量事实验证的。哈哈，切线呢？是遇到大鱼了，还是挂底了？都不是，切得这么丝滑，除了河豚，我想不到其他东西。顾念换了活虾当鱼饵，把钩抛到了那条石斑鱼附近，活虾蹦跶得很欢实，缩在洞里的石斑鱼终于探出了脑袋。正在这时，那条河豚又回来了，迈着6亲不认的步伐，径直冲向活虾鱼饵。本来还犹豫不定、充满谨慎的石斑鱼，发现竞争者，一下子急了，抢在河豚前面，张口吞掉了近在咫尺的活虾鱼饵。中了，我又中了！顾念用力扬竿收线，一股巨大的拉扯感让手里的杆子紧绷弯曲，线轮被也拉得滋滋响。王哲嫉妒了，
哀嚎道：“看这反应，还是一条大鱼啊，简直没天理！今天的鱼有毛病吧？怎么光口你，不口我？可能你的太小了。呸！顾老二，你不要杀人诛戏啊！这破路都敢飙，简直没人性！你想哪里去了？我说的是鱼口啊！信你个鬼！”顾念一边溜鱼收线，一边戏弄王哲，手机却在这时候响了。顾念抽空扫了一眼放在活水箱旁边的手机屏幕，竟然是谢雨晴打来的。这下子顾念比掉到大石斑还兴奋。昨天存了谢雨晴的手机号码，没想到她真打过来了。顾念正犹豫，却感觉到一阵猛烈的拉扯感之后，挣扎消失了，想往上拉，纹丝不动，松开一些，却没有任何挣扎的反应。快挂底了！王哲幸灾乐祸地问道。顾念通过海龙分身已经看到了水里的情况。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大鱼只是钻洞里了？王哲也不知道是哪种情况，只给出钓鱼佬都懂的处理方案。如果挂底，那只能切蟹；如果鱼钻洞里了，那你弹蟹，试试可能把鱼弹出来。不急，先让鱼缓解一下紧张情绪。躲进洞穴里瑟瑟发抖的石斑鱼，你人还怪好练。我拥有了海龙分身，接上级。美女你好啊，身体没事了吧？我没事了。刚才你在干什么？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？钓鱼呢，刚好有一条大鱼咬钩，还没拉上来，你的电话就打过来了。啊，现在鱼呢？跑了吗？谢雨晴也是一个资深钓鱼爱好者，听到这事比顾念还急呢。没跑，可能钻洞里了，等会我单线看看，可能把它弹出来。这样就好，那我就先不打扰你了，我加你微信了，你通过一下子，我有事和你在微信上说。好的，等下就操作，拜拜。海龙分身已经看到那条上钩的石斑鱼已经从洞穴里探出半个身子，正试探着逃跑，但顾念却不给他机会了。抬竿摇轮，用了将近20分钟，才一点一点的把这条石斑鱼拉出水面。石斑鱼在水里力气很大，但只要把它拉出水面，它就没劲了。王哲嫉妒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卧槽，竟然是老虎斑，至少7、8斤重，你小子运气太好了。嘿嘿，还行吧。顾念把这条老虎斑扔进活水箱之后，再也压制不住嘚瑟之意，拍了几张照片发在钓鱼群，同意了谢雨晴的朋友申请，也给他发了一张。刚才就是这条老虎斑，大约7、8斤重，总共耗费了20分钟左右才把它钓上来。谢雨晴暂时没回信息，钓鱼群里已经炸锅。顾家二郎，我老婆得了一种怪病，全身瘙痒，每天只能在床上活动，只有鲜活的老虎斑能救她。这样吧，你先告诉我垂钓位置，我帮你钓鱼，你再带着老虎斑到我家里帮我老婆治病。顾家二郎，我从小被人贩子拐卖的，只记得老家附近能够钓上来老虎斑，好心人，为你了，告诉我准确位置，我想回家找妈妈。这个群里的钓鱼佬为了打听这个钓鱼点的位置，无所不用其极。顾念上了活虾鱼饵之后，继续钓鱼。和你在一起钓鱼，老子的气运都被你吸干了，不玩了，我换个地方钓。王哲收了鱼竿，带着所有装备，骂骂咧咧的走了。顾念乐得清静，在海龙分身的帮助下，又钓上来几条黄翅鱼和一条青斑。这时候手机又响了，是海鲜酒楼的老板娘刘继芬打来的。小顾啊，方便过来一趟吗？我回酒楼了，你把翡翠手镯给我送来吧。顾念看了一下时间，感觉快吃中午饭了。好啊，等下就给你送过去。对了，我上午钓了一些鲜活的野生鱼，你看有需要的吗？可以，你把鱼货照片从微信上发过来。好咧。嚯，不错啊，有老虎斑和青斑，还有10几条黄翅鱼、石斑鱼，我全收了。黄翅鱼半斤以下的不要，半斤以上的全收，价格你放心，比那些鱼贩子高多了。谢谢老板娘，咱们这么熟了，你的良心那么大，我肯定相信你啊。你最好说的只是良心。你看看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是这么消耗没的。沙浦村离海滨县城只有10几公里，顾念骑着摩托3轮，大约需要20分钟左右就能到达。快到城边的时候，顾念发现摩托3轮快没油了，只好拐到附近的加油站。92号汽油什么价？8元一升，油箱盖子快点打开，别耽误事。现在的油价咋这么贵？油价哪里贵了？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，不要睁着眼睛乱说。我们油漆很难的，有的时候找找自己的原因好吧。这么多年工资涨没涨？有没有认真工作？你特么有病吧？老子是消费者，调侃一下价格怎么了？你吼个毛线？对不起先生，李大姐家里出了点事，心情不好，她不是有意的。懒得跟她计较，赶紧加油吧。到达一品鲜酒，现在是午饭时间，老板娘刘继芬正忙着招呼客人。老板娘忙着呢。小顾来了，你先把翡翠手镯给我，咱们等下再看海鲜。喏，你看看是不是这个？对对，就是这个。为了捞这个手镯，我差点被电死。还有海扇池里怎么混了海龙？这事你得给我一个交代。我也不知道啊，那池子海扇有很多渔民和海鲜贩子送来的，大部分都是我老公出面收购的。他在 ICU 昏迷着呢，想问也没有办法。车祸这么严重，交警调查结果出来了吗？交警说，对方大货车刹车失灵，负全部责任。我老公太倒霉了，等红灯的时候，这辆大货车竟然从后面直接撞了上去，我老公的本田当场就撞瘪了。医生说，就算我老公能保住命，也是终身瘫痪，甚至是植物人。听到这个消息，顾念也不好意思再追究了。被电的事情，他也不是故意的，在事情发生之后，也把自己从鱼池里拖了出来，何况自己也算因祸得福了，又是海龙，又是车祸，
我总感觉这是太巧了，你要当心一些。如果感觉哪里不对劲，尽早报警。我和我老公一直安分守己的做生意，也没得罪人吧？就算得罪人，也不可能把我们往死里搞吧？可能是我想多了，没有最好，你别介意。好了，看看我今天钓的鱼吧。老虎斑7斤3两，200元一斤；金斑3斤5两，每斤80元。半斤以下的黄翅鱼一斤40元左右，半斤以上的黄翅鱼一斤60元。那条1斤多的贵了些，每斤100出头的样子，放在一起称重，总共9斤，给你按每斤70元的均价，你看怎么样？顾念点点头。这个价格比自己想象中更高一点，老板娘还是讲交情的，也不枉自己为她捞手镯。行，就按你说的价格算钱吧。老虎斑1460元，金斑280元，黄翅鱼630元，总共2370元。老规矩，给你微信转账，注意查收一下。转账的时候，刘继芬给他凑了一个整，赚了2400元，打捞手镯的1000块钱，在顾念下水之前就转账支付过了。谢谢老板娘，老板娘大气。以后有好的海鲜，记得先联系我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对了，最近我店里急缺野生海扇，高于市场价收购，如果你和你的朋友有货，可以直接给我送过来。后厨小院里的野生海扇全被电死了。是啊，全死了，一条没剩。现在几个最赚钱的招牌菜缺少关键食材，可把我愁坏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如果再逮着野生海扇，全给你送过来。我拥有了海龙分身，在其帮助下收获了1条河豚，接上街。带着活水箱里剩下3条的小黄翅鱼回到家，顾富贵看到3条小黄翅鱼，嘴巴差点气歪。你跑出去一上午就钓到3条小黄翅，加起来最多1斤，卖不到50块钱。二宝，你这样不行啊，还不如跟我们一起修补渔网。到了休渔期，就到附近的海鲜罐头厂或者造船厂找份零工，一个月至少也有3、4千块钱。大哥顾行军也凑过来，看到顾念的可怜渔获。二宝，咱爸说的对，别钓鱼了，跟我进厂打工吧。厂里我有熟人，只要肯加班，保你每月都能赚5000以上。顾念亮出微信上的收款界面，我再给你们一次重组语言的机会，看看这是什么。真的假的？你钓了多少鱼，能卖这么多钱？平时我们一家几口打鱼，运气好，一天也只能赚2、3千块钱。也不怪他们不相信，顾念以前钓鱼的战绩太差了，还时不时的空手而归。二宝，你钓鱼不是喜欢拍照片吗？你把上午渔获的照片给我们看看，我们就相信你。喏，这是渔获照片，我还能骗你们不成？你们应该知道，我这个人最诚实了。你竟然钓到了7、8斤重的黄皮老虎斑，怪不得能赚这么多钱，光这一条老虎斑就值1000多了。青斑和黄翅也不错，加起来确实有2000多块钱。海龙分身找到几条海扇，顾念吃完饭赶往海边，那几条海扇离岸边太远，控制着海龙分身想把那些海扇赶过来，结果他们很凶，甚至主动攻击海龙分身。海龙分身那暴脾气哪能容忍啊，一口咬在那条海扇脖子上，瞬间秒杀。一品鲜的老板娘只收活海扇呀，算了，给你吃吧，我钓其他鱼。通过海龙的感知能力，发现附近有很多19宫，这鱼的价格也不低，炖汤尤其鲜美，正准备抛干，手机微信提示音响了几下。不好意思，上午一直在忙，忘了给你说正事。明天中午有时间吗？我想请你吃饭，向你表达救命之恩的感谢。地点暂时定在县里的浪淘沙酒楼，明天上午我会再和你确认具体包厢号。好啊，那就明天中午见喽。顺便看了一下钓鱼群，自己的消息很多，都在询问钓老虎斑的具体位置。顾念概不理会，不是他自私，这是很多钓友的习惯，不是关系极好的朋友，分享这些钓鱼点不但没有好处，还会惹来一堆麻烦。根据海龙分身传来的信息，把钩抛到几条稍大一些的19宫附近。19宫又名石狗鱼，有的地方也叫石翁鱼，模样丑陋，背上有毒刺，如果被它扎到，往往痛不欲生。它的生长速度极为缓慢，5年的鱼鳞只能长到半斤左右。这时候，顾念的鱼竿猛然一动，浮漂一下子就从水面消失，正准备摇轮收线，却感觉手中一轻，切线了。我操，这里的19宫牙口也太锋利了吧！子线用的是3.0的碳线都秒切，还有天理吗？幸好只是用单钩试试鱼口，还没换船钩，不然就更肉疼了。顾念控制着海龙分身游了过来，想看清水底下的情况，结果却看到2条大河豚正在自己刚才下钩的地方游荡呢。完了，真相只有一个，刚才秒切自己子线的罪魁祸首可能是这2条大河豚。顾念决定先把这2条河豚钓上来。你他妈换个地方钓！你现在坐的位置是我的专属钓位，眼瞎了是不？谁给你的勇气？上来就骂人，哪是你的专属钓位？这是大海，不是你家的黑坑。你屁股底下的石头上面刻着我的名字呢。这些天我一直在这里钓鱼，你说是不是我的专属钓位？你叫贺强，听着有点耳熟啊。不过那又怎样？这个位置今天归我了，不服你咬我呀！对，摆在老子面前嚣张！贺强瞬间摔在地上，顾念踩在他的胸口，劈头盖脸抽了2巴掌。说吧，为什么主动挑事？我没有挑事，只是看你占了我的位置，我恼怒之下说了几句难听的话。啪啪，又是2巴掌，把贺强的脸都抽肿了。不说实话是吧？趁这会没有人，你说我要是把你……别，这只是一点小误会，不至于闹出人命。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不说的话，后果自负。自从得到海龙分身，顾念的反应速度变快很多，力量也增加很多。
不，白海，别把我扔海里！我说还不成吗？是王老虎让我过来找你麻烦的。他知道我练过散打，也在大城市混过，说只要教训你一顿，就给我5000块钱。那你怎么找到这里的？还在钓鱼的位置，提前刻上名字。我是西岗村的人，本就喜欢钓鱼，每个钓鱼的地方都写了几个名字，看谁不顺眼就找对方麻烦。刚巧你坐在我的位置上，就想完成王老虎的委托。滚远点！以后再见你欺负别人，我就欺负你。这笔账先记在王老虎的身上。至于贺强，等打听清楚他的底细，再决定怎么收拾他。贺强搓了搓被打肿的脸，收拾钓具，坐到离顾念10几米的位置，开始钓鱼。顾念借助海龙分身的视角，把钩子扔到河豚附近，也不用怎么拖动，一只肥硕的河豚主动冲了过来。他也不知道饿了多久，一丝戒备心都没有，张口就咬大钩上面的虾肉鱼饵。顾念看他上钩，立即抬竿，传来了剧烈的挣扎。顾念用力抬竿，直接把他飞了上来，一条2斤左右的刺豚稳稳上岸，被顾念扔进了活水箱。我本想钩19公，是你们自己作死，那可怪不得我。那里还有一条体型类似的河豚，正在寻找消失的爱人。当挂满虾肉的鱼钩出现在河豚的面前时，他化悲愤为食量，扑上去就啃，并没有从消失的爱人那里得到任何历史经验教训。顾念如法炮制，把这条河豚钓上来。贺强扭着脖子盯着顾念这边的动静看了半天，他自己的浮漂半天没有动静，而顾念那里却连上2条大河豚。难不成这里有很多河豚？要不我也换串钩钓河豚？费了好大的功夫，却见顾念把串钩换回了小点的鱼钩，当然也不算小，牵又6号钩，准备清理礁石堆里半斤左右的19公。我拥有了海龙分身，接上集。顾念那边已经1ms 钓上来10几条半斤左右的19公，贺强的浮漂还是半天没动静。19公模样丑，背上还有毒刺，但味道极为鲜美，价格也不便宜。我操，1ms 钓上来10几条半斤左右的19公了，运气太逆天了！以现在的鱼价，至少能赚7、8块。只见顾念东抛一竿子，西抛一竿子，看似没有章法，但是却犹如神助。刚把鱼钩扔进水里就抬竿，抬竿就上鱼，简直神一样的钓鱼技能！这小子不可能在水底下长了一双眼睛吧？指哪钓呢？太他妈离谱了！贺强凑到顾念面前，老弟啊，刚才是我不对，再次向你道歉。咱们讲和，愿一笔勾销。行啊，能讲和最好，不然你找我麻烦，我还得抽你。贺强心中愤恨，表面上却只能讪笑。哈哈，肯定讲和。那山你这边鱼口很好啊，打窝了吗？海钓打什么？这不是有手就行吗？嚯，又中鱼了！他在嘲笑自己无能，没手吗？简直欺人太甚！正在这时，突然听到自己的钓鱼位置传来一阵异响。妖兽啊，怎么这时候咬钩了？老子忘了固定钓竿！我操，我的钓竿啊！附近的钓鱼佬看到这个场面，顿时发出奇怪的惊呼声，充满了幸灾乐祸。伯伯，鱼竿被鱼拖走了，这家伙也太倒霉了！哈哈，离开居然不拴防尸手绳，这货的心也太大了吧！可惜了，好像是打一瓦的杆子，1万多块呢。顾念不由己，继续狂钓19公，上鱼速度把附近10几个钓鱼佬都吸引过来。后生仔，你这上鱼速度太快了吧？用的什么钩什么啊什么竿？鸡钓还用浮漂啊？你看得清楚啊？钓19公用跟钓法不相嘛？顾念稍稍分神，一条19公钻进石头缝里，不仅仅是钻洞，同时也挂底了。无奈之下，只好重新换了一个鱼钩。小顾，最近钓鱼技术见长啊！我坐在你旁边，没问题吧？哟，是赵老爷子，您随意，大海是国家的，只要有位置，坐哪都成。赵老爷子在县城开了一家武馆，顾念的那点功夫底子，就是在赵老爷子的武馆里学到的。两人说说笑笑，继续钓鱼。顾念鱼腿硬，赵长春跟着钓鱼钩落点相距很近，竟然也钓上来不少19公。又中鱼了。顾念习惯性的抬竿，却没有抬起来，一股巨力传来，差点把他拉进海里。我操，这是什么鱼？好大的劲！根本来不及用海龙分身查看这是一条什么鱼，就听咔嚓一声，手里的鱼竿断成几截。哈哈，爆竿了！用200多块的光威杆子，还想钓这么大的鱼，做梦了！顾念如刀子一般的目光落在贺强的脸上，贺强的笑声戛然而止。我为什么会怕顾念这样的小屁孩？不行，以后一定找他再打一架，只有打赢他，才能驱除内心的恐惧和憋屈。这条鱼至少得有20多斤，早知道如此，老子就斥重资买一条好点的鱼竿了。小顾，你感觉是啥鱼？石斑鱼？不清楚啊，挣扎的太猛了，还没来得及体验手感，鱼竿就爆了。顾念回答着，命令海龙分身顺着鱼竿的拖动痕迹寻找那条逃掉的大鱼。很快，海龙分身就找到了那条大鱼，认出来是一条海鲈鱼，看体型大约有20多斤。因为鱼线和鱼竿缠在礁石上，那海鲈鱼没法逃得更远，只能暂时躲在礁石旁边的水里。在海龙分身的帮助下，顾念很快就设计出一条颇为安全的路线，可以到达海鲈被缠绕的水中暗礁。赵老爷子，你帮我看一下东西，我到海里看看，可能把断掉的杆子捞上来，说不定上面的大鱼还没跑呢。小顾，你别冲动，断掉的鱼竿又不值钱，上面的鱼说不定早跑了，下海冒险不值得。哎，来了一水鬼，你可以花钱请他帮忙打捞。贺强叫的水鬼过来了，简单了解一下情况，确认价格之后，正准备下水打捞鱼竿。不用找水鬼，我也不游水，踩着暗礁到里面看看，最多往水里走20多米，看不到就回来。那行，你自己小心点。
顾念穿上钓鱼专用救生衣，按照计划中的路线缓缓下水，到达缠绕断竿的地方。海水刚到他的胸口，救生衣给他提供一些浮力，走着很轻松。摸到没被缠绕的主线，轻轻一拉，鲈鱼瞬间警觉，开始挣扎。顾念站起来，把鱼线一点一点往自己身边拉。这条海鲈20多斤，力气很大，挣扎的时候把顾念拉得东倒西歪。海龙分身游了过去，张开大嘴对着海鲈就咬。出于本能反应，吓得掉头就跑，冲向顾念的方向。顾念很快就把这条海鲈拉出水面，海鲈仍在奋力挣扎，拍打水面，溅起一朵朵浪花。我操，那条大鱼竟然还没有脱钩，看着像海螺，至少有20斤。小顾以前经常空军，今天运气爆棚啊！不但钓了几10条19公，还钓到这条大海鲈，断掉的鱼竿钱早就回来了。现在的海鲈20-30元一斤，这条很大，鱼贩子一般溢价收购，给他40元一斤也有可能。在众人羡慕嫉妒恨的议论中，顾念一手抓住了海鲈鱼的头，另一只手抱住它的尾巴，有惊无险的上岸了。哈哈，运气不错，把它抓上来了。邵老爷子，帮我拍几张照片。你小子真够拼的。行了，拍了好多张，够你炫耀的了。还有，你的活水箱都满了，位置让给我吧，我的鱼箱还空着呢。行，你坐我原来的位置吧。退潮水浑了，鱼就不容易张口，就算鱼竿没断，我也要离开了。我拥有了海龙分身，接上集。顾念又用手机对着活水箱里的鱼货拍了几张照片，一起发到钓鱼群。今天运气不太好，鱼竿爆了，只钓了这么一点鱼，准备回家了。这2句文案差点把群里的钓鱼佬酸死。小顾越来越不是东西了，钓了这么多鱼，居然还有脸说自己运气不好。尼玛，老子今天仍是空军，我该说点啥？哎，顾家二郎，你有2条狼金砖往我家里撂，我现在给你送过去，告诉我地址，我打回机过去。为了打听钓鱼地点，有人献祭老婆，有人献祭好烟，有人献祭好酒。顾念装了就跑，根本不回复群里的消息。骑着3轮车路过码头时，被几个鱼贩子拦住。顾老弟，刚才你在钓鱼群里发的鱼货照片吧，卖不卖？我高价收购。你们先开价吧，如果价格合适就卖给你们，如果价格太低，我就卖给城里的饭店。别看这几个鱼贩子很热情，一个个恨不得把鱼都抢走，但真开价的时候却很吝啬，甚至联手压价。其中一个40-50岁的鱼贩子扫了一眼活水箱里的鱼货，眼中闪过一丝狡猾精明的光芒。这条大海鲈不值钱，越大越不好卖，给你按20元一斤算。这2条河豚更不值钱了，身上有毒，不好处理，我吃点亏，就当交个朋友，也按20元一斤的价格收购。至于这些19公，体型还算凑合，什么半斤的，什么3-4两的，都放在一起称，给你按40元一斤收购。顾念差点气醒。好久没和这些码头的鱼贩子打交道，没想到他们比以前更黑了。眼前这伙奸商，开出的价格连码头收购价都不如。嚯，你们开价真高，但我不想卖了。哎，你别急啊，如果嫌价格不满意，咱们可以再谈。没啥好谈的，每斤再给你加5块钱，我们真不赚钱。妖兽啊，都开这么高的价格了，还不卖给我们，脑壳有病。死仆街，也不说一声多少钱才肯卖，我们也要赚钱的，不赚钱全家吃沙子啊！算了，你们2个别骂了，刚才你们开的价格也确实太离谱了。那小子我有点印象，家里有条小渔船，可能知道海鲜行情价格的。哇靠，那你怎么不早说？我也没想到你们开价这么低啊，我都没机会插嘴。顾念本不想往现场跑，不过被刚才的鱼贩子报价气着了，给一品仙酒楼的老板娘刘继芬打去电话。老板娘，大海鲈和半斤左右的19公要不要？都是活的。要，我要啊！老板娘正愁着呢，自从她老公发生车祸之后，海鲜贩子就不来店里兜售野生海鲜了。现在店里的野生海鲜存货用一点少一点，别说用量最大的野生海扇，连野生石斑鱼、19公之类的东西都开始稀罕了。20分钟后，顾念到达一品仙酒楼，老板娘是个爽快人，确定鱼没问题，直接报价。普通野生海鲈30元一斤，你这条野生大海鲈23斤，比较罕见，给你按50元一斤收购，1150元。2条河豚体型不小，一共4.1斤，按120元的市价收购，492元。半斤左右的19公很少见，连同里面不到半斤的混在一起收购，总共19斤，给你按150元一斤，2850元，加起来一共是4492元。老规矩，给你微信转账。谢谢老板娘，老板娘大气。少在我这里贫嘴，有好鱼再过来，我先去忙了。说着，他扭动细腰肥臀，开始忙碌酒楼里的事情。老板娘给的价格这么高，会亏本吗？扫一眼酒楼的招牌，老板娘开始临时增加菜名和价格。秘制野生河豚1688元，砂锅10翁豆腐汤998元。23斤的大海鲈没有写在这里，但刚放下笔，老板娘就开始打电话。刘总吗？您预定的野生大海鲈今天到货了，足足23斤，非常罕见。我打听2-3个月的时间才抢到这么一条，好，我这就给你安排。还是做8号包厢是吗？就凭这3个月前的预定时间和刘总的牌面，这条鱼做好之后不卖大几千，都对不起一品仙酒楼的档次。要说赚钱，还是这些海鲜酒楼赚钱啊！自己辛苦一下午赚了4500，感觉已经很牛批了，但在人家老板娘面前根本不值一提啊！顾念正准备离开，一辆在路边等待多时的白色保时捷停在了摩托3轮旁边。我等你多时了，你就是顾念吧？是啊，咋了？离谢雨晴远一点，
明知道他绝对看不上你，但我依然不喜欢别的男人离他太近。这张银行卡上有1万块钱，密码是6个6。明天他约你吃饭，你想办法拒绝，这钱就是你的。你拿钱羞辱我，是又怎么样？你特么的脑子有病吧？既然选择用钱羞辱我，至少也得给个10万8万的吧？拿1万块钱羞辱你麻痹呢？顾念骂爽了，骑上摩托3轮扬长而去。腹部气被骂得狗血淋头，面红耳赤。1万块钱给的够多了，没想到这个衣着寒酸、骑着破3轮摩托的青年云绵，竟然看不上这1万块。刚才他被骂猛了，忘了回骂，现在越想越气，就想追上去骂顾念几句。老时间瞬间溜进去，刚开始提速，却被他一个急刹，差点漂移甩尾。腹部气回到刚才的地方，仔细寻找刚才扔出去的银行卡，上面还有1万块钱呢。别看他开着豪车，全身名牌，但每月的零花钱都是父母给的，是固定金额，花1万少1万，他手里也不宽裕。不然也不会干出拿1万块钱羞辱顾念的事情。顾念，算你逃得快，敢骂我，这事没完，等你落到我手里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腹部气无能狂怒，骂骂咧咧一阵子，这才掉头离开。顾念没把这事放在心上，一个连钱都舍不得砸的沙雕富二代，不足为虑。对方不让自己接近谢雨晴，老子偏不随他心意。明天中午的饭局去定了，上午赚了2400元，下午赚了4500元，加起来总共是6900元。我长这么大，第一次一天赚这么多钱，一天6900，一周6万9，一个月就是69万，哈哈，一年岂不是690万？赚这么多钱，还愁什么房贷啊？直接买一套海边别墅，再买一个豪华钓鱼艇，花不完，根本花不完。可惜我的数学不是体育老师教的，账不是这么算的。